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深夜读书。年轻时，我们总以为某些东西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，失去了它们，生活仿佛就会崩塌。然而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逐渐明白，人生中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有可无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痛苦源于执念太深，放不下，舍不得，不甘心。殊不知，世上的事无非三种：别人的事、自己的事、老天的事。若想活得通透，就要学会不纠结自己的事，不插手别人的事，不忧心老天的事。世事如大梦一场，看淡了，便再无烦忧。有的人锦衣玉食过完一生，有的人粗茶淡饭也能长命百岁。一辈子的幸福指数有多高，全凭你内心的选择。一生很短，能够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，而是你心中的那份执着与释怀。通透的人都明白，人生最后拼的是健康与长寿。俞敏洪曾说过，花时间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，这件事我一直比较关注。如果你拼了命，到最后英年早逝，而另一个人不那么拼命，保持身体健康，活到80、90岁，有机会看到世界的变化，那么我认为活到80、90岁，看到世界的变化是更加合算的事情。因此，现在为身体健康所花的任何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。关于何为智慧人生，杨绛先生有7点建议。1. 清心寡欲，老天爷是公平的。一个人既想名利双收、功成名就，又想无灾无难、健康长寿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现代社会纸醉金迷，欲望和诱惑无处不在，人们为了金钱和名利，不惜牺牲健康与道德底线。如果任由欲望放纵，不加节制，最终功成名就之时，可能已是疾病缠身。因此，理解养心莫善于寡欲的意义尤为重要。我们常说清心寡欲，清心就是把心中的杂念清除干净，不要让过多的欲望占据心灵。如果你总是想着别人比自己强，想着过去的种种不如意，心中的力量就会被分散，连最本真的自己都无法显现。寡欲则是减少欲望，完全消除欲望是不可能的，但适当减少是可以的。不要让欲望无穷无尽，否则最终只会苦了自己。2. 远离让你烦恼的人和事。杨绛先生曾说，落落大方，好好生活，远离让你不开心的人和事。生活中总有一些人，他们的存在似乎总能带给你负能量，无论是无休止的抱怨、冷漠的态度，还是无理的要求。面对这样的人，最明智的选择是保持距离，减少不必要的接触。当然，并不是说要完全断绝关系，而是要学会设立边界，保护自己的情感不被过度消耗。当你感到疲惫时，适时撤退，给自己一些空间和时间来恢复。3. 保持平常心。杨绛说，人生最宝贵的就是一颗平常心。身居繁华，心静如水。我们曾渴望命运的壮阔，后来发现，再壮阔的波涛都需要用平和的心去抵挡。这颗平常心既是基础，又是核心。繁杂人世，最难莫过于管教自己的心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面对不平整的生活，要么愤愤不平，心结难开，要么自是老大，喋喋不休与人争辩，结果闹得大家都不欢而散。人心复杂而多变，平常心难能可贵。以一颗平常心面对生活，看到世间五花八门的现象，不惊不惧，所遇皆风景。4. 学会拒绝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别人，答应做一些自己不情愿的事情，但不是所有人
都会感恩。一旦善良过了界，反而容易滋生出贪婪。人生在世，要想活得轻松自在，就要学会拒绝。当你学会了拒绝，你会发现减少了人生的大部分烦恼。拒绝是每个人的权利，别怕伤了感情就被迫接受，更不要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拒绝。真正在乎你的人，不会让你为难，也不会因为被拒绝疏远你。干脆利落的拒绝，反而能让对方及时找到更适合的办法。人生苦短，生活不易，我们无需违背自己的本心，对他人有求必应。余生很贵，愿我们都有敢于拒绝的勇气，守得住底线，不轻易委屈自己，活出舒心自在的一生。5. 不内耗，越上年纪越发现，不内耗才是一种人间清醒。有时候，人一定要明白，不要太去关注身边人拥有的东西，让花成花，让树成树，更不必参与别人的因果。不内耗的人明白，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是独一无二且值得尊重的。他们不会因为害怕被他人评判或误解而压抑内心的声音。常言道，万事皆可推敲，唯人心不可揣摩。别人怎么想根本不是我们能掌控的。想要摆脱内耗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停止对别人用意的解读与猜测，不分析对方，只表达自己。哲学大师叔本华写道，人们最大的弱点往往是对他人的态度过于重视。很多忧虑、烦恼看似是外界带来的，实则都是庸人自扰。你把评判权都交给外界，注定会活成纠结又疲惫的模样。只有把眼光和心力放在自己身上，接纳自我，形成自我认同，才能避免无谓焦虑的发生。杨绛先生说，你有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在独行的能力，自然就有在别人的世界顺其自然的底气。6. 一切只为健康长寿。人到中年，健康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更是一种责任。只要人还活着，保持健康不仅仅是为了自己，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。人生不怕岁月催人老，只怕健康意外缺席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健康更重要，尤其是中年人，肩上背负的是一个家庭的重担，一旦倒下，剩下的只有遗憾和对亲人的亏欠。其实人活一辈子，不管你有再多的钱，再大的房，再贵的车，到了100年之后都不带走，都会随着你的离去灰飞烟灭。一生中除了自己的生命，很多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。我们终将是赤条条的来，也会赤条条的走。一路上最值得珍惜的，更是这段体验的过程。7. 追求内心的富足。罗兰说，内心的富有才是真正的财富。内心的富有是一种从心底涌出来的满足和安宁，它与你拥有多少钱、多大的房子、多好的车没有直接关系。内心的富足来自于满满的爱、坚定的信念和积极向上的心态，它能让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感受到幸福，在困难面前不害怕。内心富足的人，日子过得简单充实，每天乐呵呵的，懂得珍惜家人，懂得享受身边的美好。相反，内心不富足的人，欲望很大，总是不知足，每天忙得焦头烂额，根本没时间陪伴家人，还总是焦虑不安。怎样才能让内心变得富足呢？要学会珍惜身边的人，别总觉得家人的关心是理所当然，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，你会发现这比任何物质都珍贵。培养一个兴趣爱好，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里，那种满足感能让内心充实起来。别总是和别人攀比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过好自己的日子，知足常乐，放下执念，减少无谓的欲望，
学会远离让你不开心的人，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富足，都是通往幸福的途径。生活的主导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，只有改变了心态，才能真正改变生活的质量。今天开始行动，选择清心寡欲，远离负能量的人，给自己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和富足的未来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追求的是内心的富足，而非外在的虚荣。通过放下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，减少不必要的欲望，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。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得到多少，而在于学会放下多少。真正的智慧源自于我们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，来自于我们对于心态的掌控。人生短暂，心态决定一切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学会放下执念，合理运动，学会远离负能量，追求内心的富足，珍惜当下的每一天，珍惜身边的每一位亲人和朋友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迟子建的小说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豆瓣评分高达9分，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，荣获第7届茅盾文学奖。董宇辉对该书评价很高，读完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，就像人在家中坐，精神有了一趟远行。作品对鄂温克民族兴衰存亡的悲壮史诗进行了描写，展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结局。读懂这本书，你会明白，人生最好的导演是自己。舍弃怨恨，天地宽。伊芙琳，主人公的姑姑，年幼时父母为她定下了娃娃金昆德，可没有想到丈夫不爱自己，她心中另有其人，迫于父亲的压力才答应了这门亲事。起初她并不知情，婚后知道实情后，心里像吃了一个苍蝇似的恶心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，表明要与昆德断绝关系。可是偏偏此时她发现自己已经怀了身孕，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，但提出一个要求，让昆德登门做上门女婿。尽管昆德低眉顺眼，但他依然常常把昆德当出气筒。昆德的旧情像一根刺扎在他心中，始终挥之不去。怨恨让他活得扭曲、烦躁、不讲道理，不仅对丈夫，对周边人也是如此，经常对别人恶语相向，从不和丈夫、儿子一起就餐，家人关系降到了冰点。在儿子婚事上，他一意孤行，逼迫儿子娶了一个丝毫不喜欢的歪嘴女孩。结果结婚当天，儿子就在一棵树上自缢而亡。幸运的是，伊芙琳年老之后放下了怨恨，看到别人的孩子生了烂疮，她选择了出手相救。在当地有个习俗，小孩生了疮，需要由寡妇之手做些处理才能好起来。当伊芙琳小心翼翼做完这些仪式后，生命也走完了最后的旅程。相信她一定是带着释然后的愉悦心情而走的，带着仇恨生活了半辈子，最终放下了怨恨，在痛苦不堪的生活中找回了心灵的清澈。怨恨丢弃了，才能在伤痕累累的心里缝补上一道最美的彩虹。放下执念，心淡然。伊万，主人公伯祖父的儿子，是一名铁匠，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妻子奈杰什卡走失后，不仅没有捶胸顿足，反而能淡然处之。妻子是俄罗斯人，被狠心的继母卖到妓院。伊万在途中把奈杰什卡赎了回来，父亲却表示反对。可是爱情在心里一旦扎根，又怎能轻易放弃？伊万与奈杰什卡携手进入了婚姻殿堂。婚后对妻子百般呵护，保护妻子不受任何人伤害。妻子心地善良，勤劳贤惠，尤其是教育的一双儿女乖巧可爱，更是给家里平添了无限幸福。就在一家人其乐融融时，突然听到了一个坏消息，
日本人正在寻找蓝眼睛的俄罗斯人，很快就要进山了。妻子慌作一团，精神恍惚，生怕自己和一双儿女被发现，也连累了伊万一家人。于是，在一天夜里，妻子悄无声息离开了家，也带走了2个孩子。昨天还你侬我侬，今天就物是人非，一个完整的家就这样轰然倒塌。伊万备受打击，心也碎了一地。众人劝他快去追回妻子，他却说想走的人是找不回来的。不得不说，伊万真是人间清醒，决意要走的人留也没用。就像书中一句话所说，你去追跑了的东西，就跟用手抓月光一样，你以为伸手抓住了，可仔细一看，手里是空的。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与其纠结痛苦陷于执念中，不如坦然接受眼前的事实。对自己最大的成全就是放下执念。3. 放飞儿女是通透。拉吉米，主人公的小叔子，是一位悲情人物，因意外受伤，做父亲的权利被剥夺了。就在他孤苦伶仃时，一份珍贵的礼物从天而降。在客栈的马厩里，他捡到一名女婴，并起名马伊堪。此后，他对马伊堪视如己出，父女相依为命。暗淡无光的日子透进了一缕阳光，希望再次燃起。女儿随着年岁增长，亭亭玉立，提亲者络绎不绝，拉吉米却都拒之门外。理由是他还小李，他对女儿的守护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，不允许任何男人靠近女儿。可女儿却渴望结婚生子，每每央求他时，他便使出撒手锏，痛哭流涕，以死相逼。女儿直到30岁仍孑然一身，亲事被一拖再拖，希望彻底破碎，心如死灰。一位小学老师频频上门求婚，对马伊堪一见钟情，却接连遭到拒绝，最后被迫放弃，另外娶妻生子。拉吉米不但不安慰女儿，反而嘲讽说，别人都会抛弃你，只有父亲永远爱你。有一次，女儿忍无可忍，鼓起勇气偷偷离开了家，第一次违背父亲的意愿。5天后回到家里，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是，她回来后便有了身孕。生下孩子2年后，马伊堪选择了跳崖自尽，控制过了头，孩子没盼头，舍不得儿女离开我们，这是最悲哀的爱。其实，父母与孩子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。活得通透的父母都懂得，放飞孩子是一种大爱，放飞儿女也是成全自己。4. 看淡离别是成长。书中描写了太多的生死离别，让人对生命的无常有了深刻的理解。有夭折的孩子，有意外离去的成人，有人因扛不住打击而萎靡不振，而主人公女酋长却淡然视之，也因此收获了成长。90岁老人回忆这些伤痛往事，还能云淡风轻，哀伤中透着安详。女酋长曾经有过2段幸福的婚姻，但却都以意外离别收尾。第一任丈夫拉吉达是鄂温克家族的族长，善良正直有爱心。拉吉达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在女酋长的母亲疯癫后，毅然决然来到了妻子居住的地方乌力棱。他与妻子很有浪漫情调，经常一起做游戏。冬天悄悄往妻子脖子里塞雪，夏天捉瓢虫塞进妻子的裤腰里。有一年下暴雪，夜幕来临，驯鹿还没有回来，拉吉达便安排人手分几路去找。结果悲剧发生了，他被冻死在了马背上。几年后，女酋长嫁给了第2任丈夫瓦罗加，瓦罗加用柔情为我注入了新的灯油。女酋长再次享受到了爱的甜蜜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有一年夏天，放映队来山上慰问，在送放映员下山时，
受到了大黑熊袭击，为了救放应援，他永远地走了。女酋长在族群中经历了太多的死亡离别，正如她所说的：“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，雨雪看老了我，我也把他们看老了。人生一世，生死离别在所难免。对故人的缅怀，不是在泪水中自怨自艾，而是奔赴一个光明的前途。有一种成长叫接纳无常，看淡离别。每个人身上落下的生活磨难，都会催生出不同的命运走向。有人被生活折断了翅膀，而有人则在受伤处锻造出了更强健的体魄。生活从来不会对谁永远都是笑脸，但我们可以选择永远笑着生活。生活纵有凉薄，但请相信人间依然值得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开启小铃铛，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支持。我们下个视频见。